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实际建模当中经常见，尤其是住宅，那么这边留一个窗洞口，下面这个地方我搭梁，或者说我是开连梁留一个洞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相当于这一个墙肢是被整个边缘构件占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边缘构件的这个估计呢，它会兼做这个墙体的水平钢筋。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配筋的时候，我们前两条很容易满足，也就是说，我的边缘构件箍筋的配筋，我要满足这个箍筋的构造要求，同时呢，我要校审一下我这儿的这个箍筋配筋呢，比如说就这个位置的箍筋配筋，我是不是满足这个水平分布钢筋最小配筋率的要求？这两条相信大家都用，平时在绘图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检查到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遗漏，就是我们在看计算书的时候呢，程序会给大家输出水平钢筋的计算面积是多少，就这个 h 的是多少。那么，造成遗漏的原因呢，我的猜测有两种，一种很大一种原因呢，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用户他其实可能不太熟悉这个1.4这个钢筋我要怎么使用，还有一部分用户呢，就可能配筋的过程当中呢，我只看了轴压比，轴压比小于0.3，那我按构造配，啪啪啪，他就按构造去走了，然后呢，落掉了这看到这个水平钢筋的计算结果，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个按住箍筋配筋的时候呢，只考虑了构造，但是呢，没有考虑这个计算配筋是多少。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1.4怎么用。这个呢，其实相对来比较简单，但是还是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1.4呢，表示的是水平分布钢筋在这个水平分布钢筋间距范围内墙体双侧的配筋面积。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在这个 ZV 的这个参数里面呢，设置了水平分布钢筋如果是间距200的话，那么这个就表示这个200这个范围内呢，这个墙肢双侧的水平钢筋面积呢是140平方厘米，平方毫米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后续在配筋的时候呢，您需要先把它转化成这个每延米的配筋，同时转化成这个单侧的配筋面积。这个转化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每延米的话，你就100除以这个200的间距得到了5，然后再乘以到这个140，然后再除以02。换算成到了换算成了单侧的面积就是350这个结果。那么这时候我们在查标选筋的时候呢，可能选择是间距200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这是简单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水平分布钢筋程序给的计算值，后续我们在配筋的时候怎么去换算这个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程序是怎么校审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题。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钢筋，其实刚才这个截图啊和这个是一个位置，那么就能看到。那么用户在配筋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它很简单，它考虑了这个地方墙厚200，我要满足这个墙身水平分布钢筋0.2的要求，它配了8间距200是够的。那么这个墙肢呢，因为我这个地方还有剪力墙，那我会考虑到水平钢筋的深入作用，所以说呢，我这个地方呢，我的这个箍筋呢，我就给它减小了。这个配筋看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校审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水平分布钢筋的计算值拉掉了。那么所以说程序在最后校审的时候呢，给它审出了这条意见。那么程序的校审过程呢，就是和刚才的换算过程是逆着的。程序是把这个实配钢筋的这个面积呢，换算成了这个间距200双侧的配筋面积。然后这个换算过程，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很简单。那么这个是也就是最重要说的就是程序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校审出来。还有一个墙在施工当中，大家也不算头疼的一个问题吧，但是大家很少自己会去审核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箍筋的体积配估率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际绘图的过程当中，大家体积配估率其实都是借助绘图插件去给大家算出来的，但是绘图插件算的体积配估率是不是正确呢？我也不敢确定，就大家有没有自己手核过，但是我自己在绘图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手核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那么尤其是我们在配筋的时候呢，现在都是采用这种情况配筋了，也就是说我的一层呢，我是我的水平钢筋深入，那么第二层呢，我采用这个箍筋的形式，第三层呢，我再考虑水平钢筋的深入，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是可以节省一部分这个钢筋的。那么当你采用这种配筋形式的时候呢，要真实的考虑水平分布钢筋所占的这个体积配估率的大小。那么按照规范要求呢，它是不得大于总体积配估率的30%的。
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实际有没有手合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自己在这个本次课程结束之后呢，可以自己手合一下您的这个施工图是不是满足要求。那么针对于这条规范呢，一个呢是程序呢开放了一个参数，就是您要考虑这个水平分布钢筋的这个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自己可以录入，然后程序按照这个限值呢去给您计算这个水平分布钢筋的去计算这个边缘构件的这个体积配估率，得到真实的结果。同时呢，关于这些箍筋的长度呢，程序也是能够大家手合，包括这个按照真实的结果去输入出来的。这是关于这个强施工图的。好，可以了解更多的学习资讯。然后本次课的课件会分享在构力学堂的学习圈中，大家可以扫码进行关注。那么今天的直播课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